给他一个治好阳痿的机会，他能制霸整个4月新番。他就是《无职转生》第2季的鲁迪乌斯。美国5星上将麦克阿瑟曾经表示，我射出的子弹能超越音速，却远远抵不上鲁迪乌斯的速度。欢迎收看大型纪录片之《鲁迪乌斯传奇》。《无职转生》第2季终于迎来了 Part 2，而在前半的结局中，鲁迪和白妈妈希路菲春宵一刻，总算治好了困扰他许久的阳痿。鲁迪迫不及待跟自己的小弟们宣布了这个消息。猫耳娘知道这小子什么德行，吐槽全校女生都要危险了。殊不知鲁迪现在只对希路菲一心一意，还特意去请教了静香关于恋爱的话题，想知道女孩子和人交往会对对方抱有什么期待。静香对这些不感兴趣，让鲁迪有闲空赶紧去干活。其实他是被戳到了伤心事，他也有一个喜欢的人，却在和对方吵了一架后至今再也没有见过。鲁迪想起来静香说过，他就是吵架吵到一半的时候被召唤过来的。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鲁迪立马闭嘴，然后考虑起了接下来的打算。阳痿已经治好，自然是要去跟家人团聚了。当然他也没打算抛弃希路菲，他要和希路菲结婚，白头到老。等等，人家头发已经白了呀。鲁迪就跟朋友们打听了下结婚要做的准备，艾丽娜的小娇夫克里夫就让他先买个房，听说鲁迪要结婚了，还主动表示可以为他们送上祝词。于是第2天鲁迪就跑去城里看房了，毕竟要给希路菲一个惊喜，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，要又大又好看还得便宜。没想到还真有个合适的，是一座废弃了很久的大别墅。便宜的原因是里面一到晚上就会发出声响。第2天发现住民们都被杀死了，冒险者不接这种危险的除灵工作。不过这种事情对于鲁迪这个实力高强的魔法师自然不在话下，当即就带着小弟扎诺巴和克里夫准备来一场鬼屋冒险。结果一上来扎诺巴就把大门给弄坏了。鲁迪看了看地图，决定先从1楼右手边开始检查一下所有房间，一旦发现敌人就用初级神经魔术攻击对方。但克里夫看起来有些害怕，连声音都是颤抖的。鲁迪没能及时发现这一点，甚至差点死在了这里。这个鬼屋究竟有何神通，竟然能让鲁迪都大为惊喜。他们从1楼检查到2楼都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就这样一直到了最顶层，啥也没找到。鲁迪便打算今晚在这里过夜，因为传说里都是晚上才会有动静。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3个男人心里都有惦记的妹子。扎诺巴操心朱莉，克里夫操心艾丽娜，鲁迪操心希路菲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向2人宣布，等把这件事解决之后，自己就会结婚。好家伙，这是什么标准的 flag 啊？到了晚上，房子里果然出现了异变，明明3人都在屋子里休息，下面的屋门却悄悄被打开了，脚步声逐渐上楼，并且靠近鲁迪他们所在的房间。守夜的克里夫听到动静，立刻叫醒鲁迪，并指了指门口。鲁迪拿起法杖走出去，克里夫和扎诺巴紧随其后，3人拿着蜡烛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搜查，却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只好又回到了原来的房间，打算装睡，等那东西主动出击。结果刚准备进房间，鲁迪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那东西并没有在房间里，而是房梁上。天花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块木板，边缘正有2只手正扒着，突然那手缩了回去，下一秒出现在鲁迪面前的就是一张大脸，那玩意儿跟个畸形种一样飞速爬了过来。鲁迪吓得瘫倒在地，下意识举起法杖放炮，却连对方的防都没破。眼看畸形种扑上来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扎诺巴冲上来替师傅挡下了这一击。克里夫也赶紧对着畸形种释放净化魔法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吓得立马缩回房间。好在鲁迪冷静了下来，打算放个大招，让扎诺巴躲到一边去。可这个徒弟却说什么也要拦住，同时用手紧紧地制住畸形种，直到他自己停下了动静。回到房间点上灯，鲁迪才看清，原来那个畸形种是个人偶啊！怪不得扎诺巴刚刚不想让鲁迪破坏掉它，这可是会动的人偶啊！如果能知道构造的话，就意味着他们也能做出来。那要是用硅胶之类的材料，岂不是可以这样那样？鲁迪和扎诺巴都难掩心中的激动。克里夫看不下去，吐槽了一句，直接被怪力少男扎诺巴给一把拎了起来。现在鬼屋的秘密已经被揭晓，晚上闹出动静的就是这自动人偶，说不定房子里还藏着其他的。鲁迪就喊扎诺巴和克里夫再去搜查房间，找找人偶原本躲在哪里，说不定还能搞到制作图呢。鲁迪已经迫不及待用硅胶做自动人偶了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间之前没有去过的密室，里面有一个台座，旁边是一本书，
看上面的示意图，似乎记载着和人偶相关的东西，看起来和魔导剧的魔法阵倒是有点相似。鲁迪推测宅邸的原主人应该在研究那具自动人偶，并让人偶担任守卫。后来主人大概是出什么意外去世了，而被杀的那些人大概率是被人偶认成了入侵者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人偶就这一个。鬼屋事情结束后，接下来就是搞装修了。他们先带着那间密室里的东西回到魔法学校去了。路上扎诺巴突然恳求鲁迪把自动人偶的研究全权交给自己负责，毕竟他魔力稀少，手也不灵巧，唯独对人偶感兴趣。看到弟子那么激动的恳求自己，鲁迪也颇为动容，终于还是松口同意了，只是提醒他要秘密研究，别被其他人发现了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鲁迪都在忙着房子的事情，一弄好就迫不及待找到希路飞，说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希路飞似乎早就知道了，却还是做作的演出了非常欣喜的模样。不过在看到那栋房子之后，这份欣喜就不再是演出来的了。又大又漂亮的大别墅映入眼帘，房屋的颜色还是希路飞之前的发色，是鲁迪亲手改的。意识到自己有被这么认真的对待，希路飞全程都晕晕乎乎的，被鲁迪牵着手去参观这个属于他们的房子。最后来到2楼的一个房间，里面是鲁迪早已准备好的双人 king size 大床，可以在上面随意翻滚，这样鲁迪就能好好享用希路飞了。鲁迪向希路飞坦诚，虽然他之前说了要结婚，但是除了买房子以外，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希望之后的事情都能和希路飞一起讨论。希路飞却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耳朵，表示只要鲁迪想要，无论生几个都行。鲁迪虽然现在就想生，但他们还有各自要做的事情。希路飞要继续担任艾丽尔公主的守卫，需要在这个国家再待2年左右。一提到这个，他就有些愧疚，明明鲁迪为他准备了这么漂亮的房子，他却没办法经常住在这里。鲁迪当然不会责怪希路飞，他爱他还来不及呢。情到深处又忍不住深情告白，请和我结婚。而希路飞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了。鲁迪也承诺希路飞自己绝不会再突然消失不见，然后2人一起倒在了那张大床上。鲁迪和希路飞终于要结婚了，房子整理好后，接下来自然就是喜闻乐见的婚宴了。他们打算把各自认识的人全部邀请来，本来鲁迪还想让父亲保罗他们也过来，但距离实在太远了，自己要结婚的信件送过去都不知道要多久以后了。除了这些人以外，鲁迪还邀请了静香，虽然并不觉得他会从那间研究室出来，最后确定最起码会有10多个人会来，2人便去街上准备采购一番。希路飞建议先给鲁迪买身新衣服，还是由他亲自挑的，据说是魔大陆拉奇鼠的皮毛制作而成，价值不菲，但比店员推荐的那2款好看多了。鲁迪也是在心里吐槽了一下价钱，实际还是准备爽快掏钱。没想到一报出名字，店员主动表示可以打折，因为这家店一直被陆克关照着，听到鲁迪跟陆克一个姓氏，自然是得便宜点。紧接着新婚小夫妻又买了别的必需品，毕竟是大喜事儿，鲁迪甚至还想买个大猪头。最后满载而归，回到了婚房，一起美美泡了个热水澡。今天花了太多钱，鲁迪手里的存款都有点见底了，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当冒险者再赚点，又担心万一不小心遇难咋办。那希路飞岂不是年纪轻轻就要成寡妇了？希路飞见状就安慰他，艾丽尔公主给他的薪水他都有好好存着呢，做饭他也还可以，简直就是一个完美新娘。当然鲁迪在希路飞心中一直是理想的丈夫。说完这句话后，希路飞就靠到了鲁迪怀里，还情不自禁亲了他一口，一个动作就让鲁迪的小兄弟当场起立，急吼吼的抱着希路飞就迅速冲上楼，把老婆扔到了床上，然后伸出了罪恶的双手。希路飞也只能露出无奈又期待的神情。2人奋战了好几天，终于到了婚宴这天，大部分受邀请的宾客都如约而至，没想到静香居然也来了，不枉费鲁迪特地研制出了薯片。现在还剩下巴迪冈迪没来了。艾丽娜告诉鲁迪，这种活了几千年的人没什么时间观念的，等他过来菜早就凉透了。于是婚宴就不等他了。面对着亲朋好友们，鲁迪难得紧张的说不出话来，好一番酝酿才终于开口，结果立马就被突然出现的巴迪冈迪打断，美其名曰王族就是要在聚会最能让人大吃一惊的时候登场。说完后爽朗一笑，鲁迪也不甚在意，接着刚刚的话说，总之就是宣告自己将与希路飞结婚。说着说着就觉得这些话太生硬了，巴迪冈迪是一点也不见外，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啥？反正你们俩相爱，并且想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对吧？事实的确如此，大家也都心知肚明。鲁迪便不再废
废话，直接邀请大家举杯相庆。愉快的婚宴终于要开始了，大家度过了快乐的一天之后，艾丽尔要告辞了。离开之前，他问希路菲，鲁迪和这个家跟他想象中的相比起来如何？希路菲毫不犹豫的回答，比他理想中的更棒，而且这里还有澡堂呢。两人唠了几句之后，其他人也相继过来送祝福了。最后静香也不得不过来说了句恭喜。在他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被希路菲给叫住了。希路菲一直很在意静香当初说和鲁迪是同乡的事情，据他所知，鲁迪从小就跟自己一起长大呀。静香不想说出鲁迪的真实身份，于是撒谎告诉希路菲，只是因为他也会说那个语言，让自己误会了而已。接着克里夫上来以信徒的身份为他们送上了祝词，艾丽娜当然也要祝福这对新人，可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忍不住泣不成声了。希路菲冷静地问了一句，难道艾丽娜小姐就是我的奶奶吗？好家伙，这是什么混乱的关系？我兄弟的老婆竟是我老婆的奶奶。其实希路菲早就有所怀疑了，他爸曾经说过他奶曾经是保罗的同伴，艾丽娜下意识否认，毕竟自己的名声不太好，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的名声，希路菲的父亲才被逐出了大森林。事已至此，艾丽娜再也说不出否认的话。鲁迪也很震惊，他之前确实发现希路菲做的吊坠和艾丽娜的完全一样，却没往这方面想。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，让克里夫带艾丽娜上2楼的房间休息。上楼之前，艾丽娜语无伦次地告诉鲁迪，虽然自己是这个样子，可希路菲绝对是个好孩子，生怕鲁迪会嫌弃自己的孙女。鲁迪赶紧向他保证，自己绝不会因为他而和希路菲分开的。接着又开了句玩笑，让艾丽娜放松心情。吃饱喝足的大家相继跟鲁迪告辞离开。鲁迪和希路菲手拉手目送他们回去，发现艾丽尔公主还没有要走的意思，鲁迪就先带希路菲上楼找艾丽娜了。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下来，两个男人出来让祖孙俩能好好聊一聊。下楼的时候，艾丽尔看起来也要走了，但是听说希路菲不在，突然向鲁迪提出请求，想跟他和陆克进行决斗，来一场不用魔术剑与剑之间的战斗。鲁迪虽然不解，却也无法拒绝，毕竟这可是自己老婆的上司。看两人都目光坚定地望着自己，鲁迪只能硬着头皮走了下去。随着公主一声令下，两人同时握着剑冲向了对方。擦肩而过之后，竟是陆克的手被狠狠击打了一下，连剑都飞了出去。但他不甘心的又拔出剑折返回去，却再次被鲁迪击倒。这次鲁迪不给他再次站起来的机会，公主也宣布到此结束。陆克气恼地捶了下地面，艾丽尔则冷静地让部下给他用治愈魔术。经此一战，陆克仿佛放下了什么执念，可以放心地将希路菲交给鲁迪了。不过鲁迪还是很好奇这场决斗的理由是什么。艾丽尔替陆克回答了，只是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希路菲，正因为是生死与共的同伴，所以他们也都有自己的顾虑。鲁迪也听明白了，大概是在测试能不能将希路菲交给自己吧。艾丽尔总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争夺王位的，要么成王，要么成灰，但他并不希望把希路菲也卷进来。虽然希路菲本人或许并不是那么想的，可是等他有了孩子之后，或许想法就会改变。就算没有，艾丽尔也希望鲁迪能阻止他。话虽然这么说，鲁迪自己都还欠着公主人情呢，他根本没有立场阻止，甚至还想跟过去帮艾丽尔一把。当然，如果鲁迪没有照顾好希路菲，艾丽尔和陆克可是会回来把他夺走的。送走艾丽尔他们之后，希路菲和艾丽娜也聊完了。现在祖孙俩相谈甚欢。当年艾丽娜因为诅咒和本性惹了不少麻烦，所以生下孩子后也不会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，等照顾到孩子长大成人后便会断绝关系，而且希望他看到希路菲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一孩子是自己的后代，却没有挑明，生怕希路菲因为自己的名声而受到嫌弃。结果看到幸福的希路菲后却不能自已。鲁迪则很好奇克里夫是咋想的，毕竟自己喜欢的人居然连孙子辈都有了。没想到克里夫更爱了，他心疼艾丽娜的遭遇，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的诅咒治好。他希望鲁迪能助自己一臂之力，让自己深爱并且也深爱着自己的女性幸福。鲁迪自然是当仁不让，毕竟艾丽娜现在也是自己的奶奶了。两人就进行了一次男子汉的握手，把奶奶和后爷送走后，新婚小夫妻终于能过上2人世界了。希路菲告诉鲁迪，自己想把头发留长，想加油让鲁迪能一直喜欢自己啊。说完后，两人手拉手回到了他们的婚房。